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上一个金克斯绝活哥的这把他是射手方面一个女博主，然后玩的都很不错。然后这里的话，他是玩的是卡萨，因为金克斯被对面抢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卡萨玩的怎么样啊？卡莎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些坦度，有一些绝活哥可能玩的更就是刀尖上跳舞那种感觉。第二件的话会选择直接做那个借弓，但做借弓的话，唯一一个不好的一个点就是做不了这个破甲弓，破甲弓的这个重伤效果，射手打不出重伤，不做重伤的话，有时候中单或者说辅助有一些没有补的话，就有一些我发现低段位的有一些玩家，他们不看队友出装，不帮忙补这种功能性装备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发现前期金克斯的那个压制能力还是蛮强的。把等级升上来，其实吃了果子就还好，猥琐一点就可以了。对面选择控线，那就直接回吧。如果不控线的话，还可以在塔下跟对面拉扯一下，但危险也蛮高的。回家的话是最稳的一种选择。剑圣过来，但好像没有太多的机会啊。剑圣应该是5级了还没5级吗？他是没有他应该是没有吃到河道蟹。看到这里面他是选择不做鞋子先，优先是把 Q 进化给做出来。然后剑圣这里收到2个人头应该可以的，那剑圣可以起飞了。这里打一套，对面有鞋子，但这里有个小剑，优势在这边，还蛮不错的。吃上果子，辅助再扛塔，有大招再扛一下，这就是好辅助的是吧？厉害之处。金克斯5级了，刚刚应该还没5级，不然的话火箭已经送过来了。像射手的话，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玩得更细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带那个攻速符文。如果你觉得你玩的是比较没那么好的拉扯的话，你最好还是选择带这个吸血，
容错会高一些。然后第4个，比如说那个一蓝或者带骸骨，还带什么，这就看你个人的了。如果你喜欢屏障去会多吃一些伤害，那你就带屏障，然后带骸骨，能扛多几下，抵消一些伤害嘛。那如果你觉得你不行，那你就你觉得这样子你更不喜欢，你喜欢更好的走位躲掉对面技能的话，那你可以带披风，灵光披风，使用完那个疾跑以后，对吧？能更快的移速，可以拖战啊，更好的去拉扯。这里面狗头直接换线了，因为下路塔已经推掉了嘛。对面带彗星啊，发条带彗星，那就说明是比较想混的那种的，不是那种带征服者想 C 的。想 C 的话会选择带征服者。这里狗头过来，卡特在上路的。说实话，团战的话，卡特跟对面诺手两个吊点的话，其实两边团会舒服一些。对面不会害怕那个卡特直接一个切入秒掉人。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女玩家啊，绝活玩得很不错。其实你看那个英雄联盟手游，没有多少个女玩家玩得特别好的。这个我觉得我是看过以来还是蛮不错的。有很多其实蛮混的，还有大部分女玩家会选择玩那个辅助啊这种，但能有 AD 里面玩得这么好的，我第一次见，我也是第一次见。看来以后要多看一些女玩家，他们的思路会有不一样，就是跟那种男的 AD 绝活，他们的那个玩法思路会不一样。他们会，我感觉就是他们会更细节能做得到更多。男玩家的话有细节，但有时候会浪，可能这就是男人啊。过来找机会，但对面不在。现在拉克斯完全是打不过的卡莎的那个金克斯。那狼人来了，狼人的话，在没有做出那个破甲弓之前，打狼人并不好打哈，而且优势不大。这里的话，对面很急，反倒是把人头给送掉了。这里往下路靠，这边诺手很警惕。卡莎的话，因为要做一个进场，所以有个银血的话，前期的容错会高很多。不做的话，选择直接
像直接做那些的话就打一套，但不一定能活得下来。那这样的话，鞋子是必须得做吸血鞋哈，因为不然前期一点续航没有。这里第二件的话，选择做这个鲁安娜的飓风。确实，饮血的话有点版本陷阱，就有某一些英雄其实不应该再做它了，就是不能那么早做它，可以在后期做，因为那种是功能性去补充自己的输出了。其实有一些英雄3件套或者4件套就开始发力，然后最后一件的话是看情况去补装备，比如说对面太肉或者说突进太多，你甚至补个肉装都可以。因为你输出再高，但你打不住输出，那就是等于0。这些话有移速，有红 buff 一直黏住，对面是跑不掉的。那小龙可以拿到，小龙拿到的话，紧接着就可以去拿大龙了，节奏是很顺的。这种其实有一点慢性死亡的局了，但对面不点投降。哎呦，感觉有点吓人，感觉要被抢的感觉。对面为什么不投降？在等主播这边手机没电是吧？但看右上角手机是满电的啊，平板吧，应该是平板，不是手机。狼人挂机。哦，好了，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有点摧枯拉朽的意思，但看后面怎么打。剑圣都冲进塔里面去砍，你看这就是男玩家绝对干得出来的事情，就女玩家就会忍住，你知道吧？做好细节接着打。其实女玩家有个点就是可能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吧，可能不可能100%的，是吧？花精力在游戏身上。如果他能就是尽量去提高自己的游戏技巧，这里的话找到机会，然后诺手的话贴过来，但吃到变羊了，没用。这猫咪赶紧跟着诺手就跑路了。拉扯的很好。这里大招回来，秒掉诺手，猫咪又上了射手身上。这样对肯定是亏的呀，人家在血泉水里面。卡特大招秒掉对方的射手，血量并不是很健康了，可以回家补个装备。大龙 buff 也没了，其实刚刚的话可以花点精力去把下路高地给推掉，这样就会更稳。这里面的话他还没有做水银，
这样没有大龙的话，兵线推不进去。拿了这个，就是去上高地的话，没有太多的意义，不如把对面的野区清掉，然后呢，准备小龙团。但感觉对面是没机会出来找小龙的。这里直接做门上来，但其实不太需要了。但可以直接跟着上路兵线推就行了，做推进。等剑圣的那个什么到了，水龙魂啊，龙魂到了，双龙会直接越塔找机会了都，对面已经没有还手之力。那行，我们来看下一局，下一局看看是什么一个情况。来，我们来看这局是不是还是顺风局？就感觉他玩那个卡莎的话，还是蛮丝滑的。哦，对，我最近会发现玩那个英雄联盟手游的女玩家、女职业玩家还是蛮多的哦，不少。说不定到时候通过女玩家发扬光大，然后英雄联盟手游就开始变人多玩。但我觉得它还是不改变一些机制，玩的人终究还是太少了。而且国外玩家好像更多的喜欢去玩电脑游戏，手游还是在亚洲这边会更多一点吧。对面姐有可能会往这边跑的，所以赶紧回家。对面的杰好像把伞给交了，这里的话可以找机会，但对面有露露，压制力很强。像卡玛的话，必须得用 Q 去消耗对方，露露辅助还是太强了。
这里的话就优先把鞋子做出来，因为劣势的话要最好先做鞋子。这里的话，确实线上对方给压制力给的太足了，打不太过。但这大头能一直被小法单杀，就是有点离谱了。那杀2次了。对面应该选择回家了，这边也回去把装备更新一下。哦，这里上来，但露露给了个加速，对面应该是开疾跑的是吗？跑的也好快。哦，这里维鲁斯直接给大招，一套下来是扛不住的，必须得拉扯开。对面没有大招了，没状态的情况下，这边可以反推过去。那这样的话，火炮可以做出来。看打野是选择去，拿哪边的资源了。那就只能去拿那个先锋了。这里也被逮住了，给个眼，直接4个人在那，其实也不应该这么去靠，明明扫到眼了。对面小法被终结了。这里的话，来这里蹲一下这个小法，直接大招拉出来，对方直接闪现加推推棒，直接大招飞过去。为什么不刚刚飞呢？因为飞行的话是会被那个小法的阵法给那个挡掉的，就像盲僧的 Q 一样。
这大头，我感觉这大头明明就这个中单就是纯菜，其实那小法没有多强，我感觉还是挺呆的，但能被对面小法杀那么多下，说明这大头真的有点菜。打射手的话，你要去不要太，还是必须得拉扯，不然对面找机会突进。我见过好多玩射手的，就喜欢就是觉得包围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可以靠进去打都没关系，但其实还是要拉扯好，保持距离。再吃个河道蟹，就可以把银血给做出来，被对面抢了。哦，这里得到一波机会，大招直接飞过来把小法给秒掉。对面劫，开大的时候刚好隐身了，大招给错人了，给他辅助了。闪现过来，哦，对面劫什么都交掉了，那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没有能量啦。哎呦，最后一下 W 啊，还是被他跑掉了，太可惜。我天，这杰斯啊，你劈完轮到我的锤子是吧？终究是啊，斧头不敌大锤。这小法玩的也是有点呆。哎，对面想杀。其实不好杀的啊，但这里维鲁斯大招接上了，可惜中间打了好几波团都没有人头入账啊，打的就都是资源都是靠刷出来的。这把劣势还是蛮大的。队友，这把的队友估计也是够呛，不像上把那么舒服。这样情况下就把野去支援，自己也吃一吃，赶紧把第4件给掏出来。没有破甲弓的话，就绿弓的话，破甲弓的话不好打。杰斯直接被秒掉了。对面小法的话应该是纯法。下波兵线，破甲弓做出来，其实团战的话好打很多。
但还好啊，这边主要是经济总体来说哦，还是第3件是吧？我还以为第4件呢。但是总体来说呢，经济上面是没有落下太多的，还算可以接受的状态。主要这边经济都在这个卡莎身上，这里大招杰特大招想规避伤害，但卡莎的话 Q 直接是锁定的。这里找机会过来打一套，但对面伤害也很高。哦，一技能拉开了，还好没被他劈出来，但还是小法直接收割掉了。按错了，把闪现给摁出来。看待会儿关键团怎么，应该要准备来最后的关键团了，龙团，看能不能翻一把。两边都拿小龙的话，其实龙魂已经是没有了，就看这条大龙。这条大龙拿到的话，其实就是胜负团。这里的话，把中线处理一下。对面选择开龙，技能往那个阴影处释放一个。哎，这里的话，小法有机会进化，直接过来。小法最怕的就是有进化，他的盾完全没用。这里拿了个4杀，完美收割。那这样的话就直接翻盘了。就是这么的摧枯拉朽啊，是吧？啊，5杀吗？原来是5杀，不是4杀。这里的话，辅助扛塔，下一波兵线来了。那这样的话，水晶也可以顺势推掉。好，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